把一份将近15页、8000个 token 的长文档塞给电脑，在没有显卡的普通 CPU 上做文本分类以前，可能得死撑90秒，坐在屏幕前等的人直抓狂。但如果换成刚刚发布的一个新模型，跑完同样的任务只要28秒，速度整整快了 3.7 倍。这就意味着很多以前只能在机房高配显卡上跑的长文本分析，现在随手扔给一台普通的轻薄本或者边缘端的嵌入式设备，几下就处理完了。这个在 CPU 上跑出惊人速度的家伙，是麻省理工背景的 AI 独角兽 Liquid AI 刚刚开源的双向编码器系列 LFM 2.5 Encoder。这次发布一共带了2款模型，分别是230兆和350兆参数。虽然参数量看着不大，但它们一出手就直接支持高达8192个 token 的长上下文窗口。对于需要塞进大量背景信息的边缘端设备来说，这个容量相当实用。如果经常看你频道的视频，对 Liquid AI 这家公司应该不陌生，这已经是他家 LFM2 家族的第3个核心产品了。不过跟之前那些负责聊天写代码的自回归生成模型不同，这次他们不搞生成了，而是跨界做起了文本理解、检索和分类。他们把原本擅长吐字的解码器直接重塑成了专门用来分析和归纳的编码器。这种路线的转换在开源社区里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操作。为什么放着热门的生成模型不搞，非要死磕编码器？因为在很多工业控制、金融本地端或者有保密要求的车机里，根本不可能给你配昂贵的显卡，但业务又需要源源不断的实时过滤、分析成千上万的长文本，这些任务通常是在没有 GPU 的服务器上默默运行，而且要处理的文档长度越来越长。在这种地方，用大模型既不现实也太费钱，能装在普通 CPU 里，而且懂长文本的小编码器才是真正的刚需。这跟你熟悉的 BART 有啥本质区别？传统像 BART 这样的双向编码器，在处理超长文本时，计算复杂度会随着长度呈指数级暴涨。一遇到长文本，在 CPU 上就得趴窝。而 Liquid 用的 LFM 混合架构路子不太一样，它在底层是用门控短卷机来管局部的近距离词汇，再用注意力机制去管全局的长距离关系。这种设计天然就比纯注意力机制省算力，成了他们在 CPU 上跑得飞快的底座。但问题也在这儿，原本的 LFM 2.5 模型是个自回归解码器，读文章只能从左往右单向看，怎么让它像编码器一样前后通看？ Liquid 的研究团队做了一次非常精巧的重塑。首先，他们解开了原本限制视线的单向注意力掩码，让每个词都能无死角地看到全文。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他们把原本只能向后看的短卷机改造成了对称中心填充的非因果卷机。这么一改，卷积核就能同时获取左右两边的邻域信息，彻底把这个单向生成器扭转成了双向理解器。改完结构还没完，怎么训练也是个技术活。在预训练的时候，Liquid 直接遮蔽了 30% 的词，逼着模型去猜这些被盖住的词是什么。你要知道，传统 BART 遮蔽词的比例通常只有 15%， 他们直接把难度翻了1倍。这种高密度掩码策略，强迫模型在混合架构下必须榨干每一个上下文细节，去学习更强、更鲁棒的语义修复能力。这样重塑出来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在包含多语言 GOUE 和 Super GOE 在内的17项主流基准测试中，350兆参数的 LFM 2.5 Encoder 拿到了 81.02 的平均分，直接排到行业第4。而排在第1名拿到 83.06 分的那个大块头，参数量几乎是它的10倍，用1/10的体积逼近行业顶峰。这在实际落地时能省下惊人的服务器带宽和内存。不仅如此，如果跟最近风头很近的 Modern BERT 正面对打，它的优势就更明显了。230兆参数的 LFM 2.5 在跑分上直接击败了 Modern BERT Base， 也把 EuroBERT 全家桶甩在了身后。到了实际运行阶段，正如开头所说，同样跑 8K 长度， Modern BERT 要卡满90秒，而 Liquid 只需要28秒。
在对时间极其敏感的嵌入式场景里，这2分钟和半分钟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方案能不能商用。能在 CPU 上稳稳跑下8000多个 token 还不崩溃，得益于他们2阶段的渐进式训练。模型先在短文本上建立起基础的通用语言能力，确保对字词的理解没有偏差。到了第2阶段，再平滑地把窗口扩展到长上下文。这种2阶段训练既保证了推理速度，又没有丢掉事实理解的精度，在长短文本之间找到了极好的平衡点。不过，如果要在生产环境里用它，需要提前看清它的商用边界。模型采用的是 LFM 开放许可证，虽然对个人和中小企业很友好，但如果所在组织的年营收超过了1000万美元，商用就是存在限制的。另外，它本质上是一个编码器，适合做搜索、聚类过滤、意图路由或者敏感信息筛查。千万别把它当成可以聊天写诗的生成模型来用，那这模型在 AMD 处理器或者显卡上跑得动吗？如果想在本地部署微调，官方已经开源了相关的评估仓库，前提是需要 Python 3.11 以上的版本。第一步大意就是直接通过命令行编译安装。不过这里有个小坑，不少开发者在社区报告说，如果用的是 AMD 的显卡，安装时需要手动指定对应 ROCm 版本的 PyTorch 依赖包，否则默认的 CUDA 编译器会直接报错卡死。只要注意避开这个依赖问题，整个环境的配置其实非常快。在如今这个去中心化的边缘计算趋势下， Liquid AI 这次可以说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示范。不需要一味的去堆几百亿的参数，也不用非得死磕昂贵的英伟达显卡，通过聪明的混合架构重塑，即便是廉价的 CPU 也能在长文本理解时代分到一杯羹。如果你手里正好有需要处理敏感文件，或者得在本地离线运行的长文本分析项目，不妨去下个230兆的版本试一试，也许能给你的硬件预算省下一大笔钱。